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来到了福建的大山里面。我身后呢是一组有关于《西游记》的雕塑，最前方的是孙悟空。那没错，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有关于孙悟空的故事。因为在后面的大山呢有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墓，可能大家都会有疑问呢，孙悟空是神话中的一个人物，在现实当中怎么会有呢？确实啊，真的存在这一块呢，据说是齐天大圣故里。大圣故里也是他最后安葬所在地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能够看到真正的孙悟空的墓。来看一看这组雕塑，最前方的就是孙悟空拿着如意金箍棒。当然了，这一组雕塑是比较新。中间呢就是唐僧，不过这里的唐僧啊，和我们印象中的唐僧有所区别啊，感觉有点不像，包括后面的猪八戒都不太像。那么今天我们主要去看的就是远处那个高山，海拔也挺高的哦，应该是在那一块，云雾缭绕啊。我在这里等了很久，我刚来的时候，整个这一块全是大雾弥漫，差不多等了2个小时才上一点。我们现在看到上面也是大雾弥漫的，哎，这里还有一只小猫。再回过头看一下，因为今天我们主要就是讲有关于孙悟空的故事。你看这里都有那种孙悟空的卡通形象，这里能够看到很多猴子的那个形象啊。这应该也是孙悟空的，不过有点不像啊。这边还有个高老庄呢，挺有意思的。这可能是打造用的，实际真正的高老庄肯定是不存在这里了。在这边还有个导览图，基本上每个景区都有，叫做顺昌宝山风景名胜区。我们来看一下。现在呢，我们大概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开车过去3公里，到达停车场。那这样看的话，上山是有2条路的，一左一右。看一下花果岭、水帘洞，这是不是跟《西游记》有关？那这里呢有一个双圣响堂，就是我们说的大圣墓，在这一块。这边还有五指山、八戒尸龟。那整个这一块呢，基本上就是根据那个大圣弄出的文化。在上面呢还有一座那个宝山寺，里面呢有一座大殿，非常精美，是国宝啊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先开车上去，到这里上山。在福建顺昌这一块，有很多那个大圣的文化，包括它县城呢，一条马路呢也叫做大圣路。还有呢，每年这一块啊，好像会举行祭祀大圣的活动，好像是7月份吧。很有可能当时吴承恩写这个小说的时候，应该是来过这边，或者是他得知这边有这种大圣文化，甚至可能说他知道上面呢有一个大圣墓，然后呢加入到他的小说里面去了。这一块就是上山的道路了，我从右边上去，你看这里写了花果岭、水帘洞、宝山寺。《西游记》的故事大家都是非常熟悉了，很多人可能是倒背如流，唐僧、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和尚，还有白龙马。之前呢，我们也介绍过《西游记》很多次，特别是有关于唐僧啊。我们说《西游记》里面唐僧是有原型的，他是唐朝初年的玄奘法师。我们去看过他的故里老家，在河南洛阳，也去看过他出家的地方。后面呢，又去陕西西安看过他那个翻译经书的大慈恩寺，以及呢他最后去世的地方，在铜川的玉华宫，还有最后呢他埋葬所在地。我们也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唐僧，也就是玄奘法师的一生。在影视剧中或者小说当中，神话故事中的唐僧是软弱无能，能力很小，经常婆婆妈妈。他能够成功呢，是靠孙悟空这些徒弟的帮忙。那我们当时介绍了，实际的唐僧呢是非常强大的一个人物，可以说是强大到令人害怕。唐僧的原型有，那猪八戒的原型也是有的。
前2年我们去云南那边看到了一个猪八戒的寺庙，说那一块啊是猪八戒以前生活过的地方，好像也是国内唯一一座供奉猪八戒的寺庙。那在山西太行山里面也有一些介绍，说是猪八戒的故里，反正全国很多地方都有。太行山那个没看过，以后我们有机会再去看一下。关于孙悟空的故事啊，这2年我在陕西、山西也去看过有关于孙悟空的，特别是今年年初在陕西看到了一个所谓的孙悟空的墓啊，叫做悟空禅师塔，据说呢也是孙悟空的原型之一的一个悟空禅师。那关于他的原型，我们到了山上再详细的介绍一下。现在我们就继续爬山了，现在算是开始登山了。一开始走的是一些平路。来这里呢，我是第2次来，几年之前我来过一次啊。当时呢，关于《西游记》的故事了解的还不是太深，拍摄的不是太好。那这几年我走过《西游记》很多地方嘛，就再来看一下这里。这一块等于像是在原始森林一样。今天就是天气不太好，大雾弥漫，全是雾啊，都有点看不太清楚。走在这样的道路，大家有什么感想？如果雾气到了这上面来了，是不是有点像穿越的感觉啊？刚才碰到几个人下山，说差不多1个小时能上去，走得有点累啊。这边晚上应该挺冷的，我看到打霜了，都结冰。看这个树叶，全是冰啊！晚上这应该到了零下了，继续往前走。这个台阶和栏杆应该是近些年修建的。其实有时候挺佩服这些工匠的，像这些石头还有水泥，都是从山脚下面扛上来或者挑上来的，挺不容易啊。反正我是觉得，只要是这种大山里面山上修道路，都挺不容易的。走了一半了，还需要20分钟，我估计要翻倍。这一块叫做花果岭，说是名副其实的花果山。山坡上有野生猕猴桃、柿子、山梨、杨梅等各种野果，应有尽有，还有杜鹃、兰花，是名副其实的花果山。为什么会说是花果山呢？因为上面有一个齐天大圣墓。那大家知道，孙悟空是出生于水帘洞花果山嘛？这座山呢，就命名为花果岭，是搭配了大圣文化，叫做花果山。看看周边的环境，云无聊了，现在正在散染，这样看是非常漂亮啊！我猜想这个地方一年很多时候很有可能都是大雾弥漫。这边还能看到一点，你看这边完全看不到了。继续往前走，这路标上面还写了水帘洞啊，看一看在哪里。这里相对来说好走一点，刚才爬山很累呀。看过《西游记》都知道，孙悟空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。那这里就有一块石头，写的是“运圣仙石”，是不是比喻孙悟空是从
这一块的石头蹦出来，就在这里啊，有很大一块石头。那这一块石头确实是挺大的啊，我们就不论真假了，只是说这里这样介绍的，我们就这样看。本身《西游记》就是一个神话故事嘛。看看这个冰啊，全是冰啊，完全冻住了。这些也可以称之为是冰封雾凇凝。这冰都可以吃啊，越快到这个山顶，这个冰越厚。前方也是啊，这个雾凇真漂亮啊！到了这山顶全是啊，如果再下一场雪，就更不得了了。走了差不多2个小时，终于来到了山顶。刚到这里，看到一只狗啊，这弄不好是守护神。有狗存在的话，就证明这山上应该是有人居住的，有人在这里修行吧。而且这个狗非常温顺，不吵不闹。我来到这里呢，它就看着。你看，我一往前走，它也往前走，像是在带路一样的。这样乖的狗很少见了。然后这边又看到石猴子了。整个宝山这一块可能就有大圣文化为主。又看到这个导览图了，我们在大概这个位置。现在雾非常大呀，如果没有雾的话，还可以航拍看看。那我们就往前走，去看一看大圣墓。大圣在前方等我们呢。看这个雾凇漂亮吧？很久没看到雾凇了。现在天气变暖，在南方很难看得到，除非在这种高山或者山区里面。南天门，宝山市。那这一块还是建筑，应该是大殿。这边有资料介绍啊，全部是石头建造的，雾气弥漫中的大殿呢。看起来应该是有人在这里修行。全部是石头建造的大殿，还是比较少见的，而且还挺大的。往下走，先看大殿，再去看那个大圣墓。哇，这个石头非常巨大呀，长度的话都有1.5米左右，宽度的话30到40公分。这边又不一样了，这可能是后期的，刚才看到那个更老一点。绕到前面来了，哇，真漂亮！进去看一下，这外面的建筑应该是后面加盖的。不过呢，应该也是有一段历史的。一走进来就看到一个齐天大圣孙悟空的雕塑，这就是一个猴子的形象，和你印象中的孙悟空相不相似呢？在这边还摆放了一个如意金箍棒啊，当然这是仿造的，应该是塑料的吧，特别好玩。这个塑像和我们之前在陕西看过的有点相像啊。在塑像后面是宝山市大殿，第5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始建年代呢还不知道，但是呢，它在公元1363年重新修过了，离朱元璋称帝就没多久了，这算是元朝末年了，是世界罕见国内唯一的全仿木砂石石构殿堂式建筑，精湛的工艺令人叹为观止，非常大呀，它是面阔5间，元朝末年到现在差不多600多年的历史了，是全国唯一的，那肯定称得上是国宝了。在这一块目之所及全部是石头，这些石头在这里屹立了600多年，
我估计啊，其中有一些石头可能不止，因为这栋建筑呢是元朝末年重新修建的，那么之前是不是有一些材料已经留下来了？你看窗户也是石头的，当然这些都是榫卯结构拼接起来的。真的佩服以前的工匠啊，在600-700年前能够把石头打磨成这个样子，拼接起来了不起啊！那在这旁边又是孙悟空的塑像，这个塑像就感觉孙悟空年纪可能相对来说大一点，左手拿着金箍棒，右手应该是拿着那个蟠桃。看这个柱子非常巨大，直径可能有50公分。我们经常说，像这么大的木头柱子都比较难找到，很少见。而这里呢，却是用石头打磨出来的，就更不得了了。在这个上面还有一些文字，不过已经看不太清楚，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。柱子非常大，我们再看看顶部的梁架，可能比这个柱子还更大呀。当然了，也是拼接起来的。真壮观呢！哇，来到里面，看到比刚才更大的柱子。你看，这2根最大，然后依次过去，看这个柱子的话，起码都有将近70到80公分的直径啊，了不起。这全是仿木形式的，这工匠真了不起。这里面的主位是3级祖师，是唐朝末年到5代时期的3位高僧。这里面也有齐天大圣，还有通天大圣。大家发现没有？一位是拿着金箍棒，一位是没有的，这就是通天大圣和齐天大圣的区别。他们应该算是2兄弟。等一下我们再详细的说一下。全是石头，从上到下全是石头，一块木头都看不到。600多年，香炉也是石头。怎么确定是元朝末年修建的？是当时在这个顶部啊，发现有年份写在上面，这就确定了什么年代了。很多建筑啊，以前的建筑在大梁顶部啊，都会标明什么时候弄的。旁边这边应该是地藏王菩萨，这些石头都非常巨大，不知道是从哪里弄过来的。难道是在这个山上就地取材搞的吗？如果是从山脚下弄上来的，就不得了了。你看这些柱子啊，都差不多有7-8米高呢。如果是在山顶上开凿的还好，如果是在其他地方运过来的，那这个成本非常大呀。我猜想估摸着很有可能是从其他地方运过来的，因为单单从这附近呢，要开凿这样大的石头不现实，而且呢也没有发现有开采的痕迹，所以我猜想啊，应该是从其他地方运上山的。在600-700年前，甚至说更早，要扛上来是非常困难的，应该是动用了很多的人力物力。我猜想建造这一座大殿不是一般的人弄的。我们再看一下上面，石梁、石柱、石斗拱这些都存在，都是仿木结构的。在这个大殿里面，没有一块砖、一块木头，全部是用巨石组成的。在这里参观的时候，刚好碰到一位师傅，他来整理一下。在这个寺庙里面，好像还住了几个人。这是旁边的一座殿宇，前方呢是弥勒佛，后面呢也是我们常说的大圣。这一块就参观完了，继续去找一下大圣墓。
刚往外走10来米，就看到有菜园子，这可能是在山上修行的师傅自己种的，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偏僻啊，离外面还是挺远的。我现在来到了南天门遗址，就在我身后这一块。现在云雾缭绕，真的有点影视剧中那种走上南天门的感觉。周边全是大雾啊，可能现在是下午的原因吧，如果中午可能雾还散一点。刚才我们看到大殿呢，就在这一块的位置，离这里大概100-200米。现在这个南天门这里呢，也是云雾缭绕。看这个建筑风格和刚才看的那个大殿是很相似的，都是石头仿木建造，只不过呢是损毁了。最早建造年代不详，它是在洪武24年朱元璋时期呢重新复建的，后面在嘉靖又经过整修，那可惜经过几百年的岁月破坏，就变成残垣断壁了。从整体规模来看的话，比刚才看的那个稍微小一点的，规模也没有那么大。这一块呢，刚好是在整个这个宝山的最高处，海拔1300多米。从我现在站在这个上面是非常冷的，你看全部是被破坏了，也是榫卯结构的，也都是仿木结构的建筑。看这个墙壁是非常厚啊，它应该是2块石头拼接而成，成为一道墙。以前呢，这一块应该是大门。刚才我们看到那一座大殿呢，入口的话也是有几根柱子支撑着。那这里是入口进来，而我们看的孙悟空的墓呢，就在前方，等一下过去看。那我们从这里进去的话，前方以前呢，应该就是摆放那些神仙的，和我们刚才看的一样。这个柱础都这么大，石头也是非常巨大的。这上面呢还有文字，应该是雕刻了什么时候修建的。那这些年代都是通过这些文字考证出来的。我们还可以看到上面呢都是有雕纹。周边现在什么都看不到啊，可能是跟那个时间有关系。现在3点多钟，现在就去看一看大圣墓。上面呢是瓦片，也是用石头建造的。传说中的孙悟空的墓马上就要看到了。这栋建筑呢是叫做双圣享堂，也叫做大圣祖庙，与我们刚才看到的大殿还有前方那个废弃的大殿是同组建筑群呢，都是石头建造的，从上到下，从里到外全部是有石头的，只是一大一小的区分。那个大殿最大，我们刚才看的稍微小一点，这个呢是最小。他们2个呢刚好呢是背靠背，一高一低，依山而建造。建筑面积呢是18平米，它里面呢是齐天大圣还有通天大圣的合葬神冢。我上次来的时候，这里呢有那个孙悟空的那个塑像，那现在没有了，是放在那个大殿里面，刚才看到了。我们走上前来看一下，通天大圣、齐天大圣，这是他们2兄弟的合葬墓。这个墓呢，就证明啊，在福建大山这边呢，一直都是有关于那个大圣的说法，因为孙悟空称之为齐天大圣嘛，那么很有可能这里呢，也是《西游记》当中孙悟空的原型之一啊。这2块墓碑还有一个特点是，右边上面写的是宝丰齐天大圣，那相当于这个齐天大圣是本地的了。
这个墓葬是元代的，就证明他这里的故事比《西游记》早了200多年。那这样算起来，大圣很有可能是真的存在呀，现实存在了。这一座墓葬我在网上看资料说，大概是2005年发现的，也就是2005年差不多被人们熟知，里面呢没有任何陪葬品，很有可能呢也是被盗了。最有意思的是，传说这个地方呢出土了大概是长达7米的金箍棒。当然了，这也只是传说啊。这个墓葬很小，那实际来讲的话，放7米的金箍棒肯定是不可能的。这只是一种神话故事或者是传说的体现了。我们以前说或者看过《西游记》小说都知道，孙悟空的原籍呢可能是在江苏有一个花果山水帘洞嘛。那这一座墓葬的发现呢，就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呀，孙悟空的老家很有可能呢就是在福建。《西游记》当中只有一个齐天大圣孙悟空，而这里有2个墓碑，一个通天大圣，还有齐天大圣，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呢？我们都知道，吴承恩写《西游记》大概是明朝，而我们在山西、陕西很多地方走的话，可以看到有一些金代的雕刻或者是元代的雕刻，都描述了《西游记》的取经故事。特别是在元朝啊，有个戏曲家，他创作了一个杂剧，表明呢孙悟空家里呀总共是有兄弟姐妹5个人，齐天大圣呢是哥哥，而孙悟空呢则是通天大圣。那么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得出啊，当时修建这个墓冢的人，他一定是看过那个戏曲版的《西游记》，要不然不会出现通天大圣和齐天大圣。那这样的话，他们可能就修建这种庙宇的时候，或者是在更早的时候，这里流传了一些关于大圣的传说，于是呢，他们就在这里建造了一座合葬墓。那在明朝的时候，也就是200多年，吴承恩写出了《西游记》，他呢在里面呢没有给那个孙悟空安排兄弟，直接把他叫成齐天大圣。他可能就是把那个齐天大圣和通天大圣合二为一了。也可以说是吴承恩他一定是看过元朝那个杂剧《西游记》，然后加以改编的。或者说吴承恩在写这个小说之前，他也来过福建，来过顺昌这边。因为在那个时候啊，福建很多地方呢都会有那种祭祀猴子的活动，特别顺昌非常多啊。我们一开始说了，顺昌有个大路呢叫做大圣路，包括近些年也有一些其他地方会来这个地方祭祀，好像是每年的7月份吧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墓。关于孙悟空这个人物呢，大家非常熟悉。我们都知道唐僧有原型，那他是不是也有原型呢？还真的有啊，并且呢，他的原型啊不止一个，很有可能呢是多个人物组合而成的。那他最主要的原型呢，第一个是叫做石盘陀，这个人物呢是唐三藏去取经的途中收的第一个徒弟，他是一个胡人。当时呢，唐三藏也就是玄奘法师在甘肃的玉门关那里等待出去的时候，一开始他出不去，是这个石盘陀帮助了唐僧出去。由于是偷渡啊，后面2个人闹翻了，这个石盘陀还想杀掉唐僧，只不过呢，由于唐僧的能力，唐僧的魅力，2个人呢最后呢是没有起很大的冲突，分道扬镳了。唐僧呢后面呢就进入西域，相对来说顺利一点，经过很长的时间又返回到了中土大唐。那这是他的第一个徒弟。第2个原型人物也是真实存在的，他是叫做车凤朝，陕西泾阳县人，出生唐朝李隆基那个时期，已经算是唐朝的中期了。从小呢天资聪明，喜欢习武，也喜欢读书。到了他20岁的时候，他呢奉旨和一些官员一起呢出使西域，他们沿着丝绸之路啊，
一路到达了帕米尔高原。结果到达那里之后呢，他染病了，情况很严重，他就无法和使团一起回长安，他就留在那里。当时他就发誓说，如果我病好了，我就一定出家为僧。后面没多久，果然病愈，于是呢，他就出家为僧。从那个时候开始呢，他就也是学习佛法，学习经书，和当时唐僧一样，差不多把那些有佛教的国家都走遍了。总共呢，他在这些地方差不多待了40年的时间。到了公元790年2月份，他又回到了长安，朝廷呢封他为悟空禅师。他的经历啊，跟唐僧唐三藏是有点相似的。到了公元812年，他去世，埋葬于陕西的那个嵯峨山，从而说那一块呢也被称之是孙悟空的墓。很有可能当时吴承恩在写《西游记》的小说，一定是综合了车凤巢他的故事来写的。本身呢，车凤巢一开始也算是一个武将。我猜想吴承恩在写小说的时候，他可能是把车凤巢的、石盘陀的还有福建这些综合起来，形成了一个我们熟知的齐天大圣孙悟空。其中石盘陀故事是真的，因为这个是根据唐三藏玄奘法师的回忆录写的，而悟空禅师也是真实存在的。小说中叫孙悟空，很有可能呢就是因为悟空禅师才取的这个名字。这就是孙悟空最主要的2个原型，当然他有一些其他地方的原型那就称不上了。还有一点我们得说一下，我们在小说当中或者影视剧中可以了解到，孙悟空呢是非常重要的人物。唐僧能够取得真经，主要呢是靠孙悟空。那实际来讲，我们在山西一些壁画还有石刻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呀，在取经团队中，孙悟空的地位并不是很高。就是早期流传的《西游记》故事当中，孙悟空的地位不是很高，只不过后面是吴承恩在创造《西游记》这部小说的时候，把孙悟空的地位提高了，把他的作用放大了，把那个唐僧的实力削弱了。我们一开始也说了，唐僧他真实的经历可以说是非常了不起，一个令人强大到害怕的存在。还有一点呢，大家读《西游记》，如果好好去思考一下，它里面还是有很多哲理性的，特别是《西游记》倒过来读的话，会有让你意想不到的结果，或者是说让你有意想不到的体会。那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到这里了，总体来说还算是大开眼界，也算是看到了传说中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墓冢了。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